身处芬兰知识，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很多人啊，其实看起来没有很胖，而且吃的还蛮清淡的，甚至常年吃素。但是健康检查发现胆固醇还是超标，而且呢，高血脂初期几乎没有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面临就是提高这种心肌梗塞啊、中风啊，甚至致的风险。但是说到胆固醇呢，到底有没有过高？其实呢，看脸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怎么看？还有呢，有些人明明很瘦呢，但是因为体质因素，胆固醇也一直降不来。那好，到底哪些人是最容易胆固醇超标？还有吃素到底是不是就安全呢？还有胆固醇过高是因为吃蛋黄吗？蛋黄是不是被冤枉了呢？还有除了吃药的方法之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来稳定我们的血糖或血脂？稳定我们的血脂。我想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他是教授级的，而且同时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吴洪前中医师。Hello， 吴教授你好。啾啾好，大家好。吴教授你好，吴教授，你今天的装束非常的特别，很应景啊！现在是世界杯，而且好像周末就是决赛了，你是不是对啊，准备穿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对啊，我很用心的，而且我特别真的，穿我的偶像10号其实偶像都是10号啦，不管是法国的姆巴佩呀、这个还有葡萄牙的那个 C 罗啊，还有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梅西啊，其实都是10号，所以几乎都是我的偶像。那因为是阿根廷进决赛了，所以我穿阿根廷的出来。然后，是，我觉得其实全世界最重要的的人很喜就是欢他。嗯，对对对，我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要随时要动起来。我们光一个动起来，其实就可以降胆固醇了。所以你现在在看 podcast 的时候，或是看直播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直播啊放在跑步机前面，你一边跑步的时候呢，就一边看这个直播啊，或是超慢跑啊，或是你做哦，你的深蹲啊，做垫脚嗯。尖啊，训练肌力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 podcast 的放在你的桌前面，那一没错。边看啊一边运动，这样子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是，所以大家先准备好。我觉得像教授他现在都已经把运动服装给穿好了，所以大家先准备好。我想今天有很多的教授每次的分享呢，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实用的一些方法。我想今天也是不例外哦，所以大家记得要看到节目的最后。那我想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想今天非常感谢教授，真的很用心。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哦，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大家都很担心，就是怕自己胆固醇过高。我真的听好多人都在谈这个问题。那听说哈，就是教授，您从脸部就可以判断这个患者胆固醇正不正常，可不可以赶快教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呢？其实很简单哦，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正在看 podcast 或是看直播的话呢，你就是赶快把这个镜子，把家里的镜子拿出来，然后出来。镜子拿出来哈，不是看你帅不帅、漂不漂亮，要先看你是的眼睛。哦，你的眼睛，眼睛。我们的眼睛，你把它打开哈，然后下眼睑稍微把它翻开来，然后对嗯哼。对着你的镜子去看，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哈，如果你的眼球这个中间这个角膜啊，角膜旁边如果有白色的一圈的话，像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个胆固醇成型比较久，所以它这个白色的这个圈圈呢，几乎绕了一整圈。那有少数的人，哦，他其实是部分的圈，我们只要看到的部分的圈呢，就会建议病人去做一个检查，大概80%、90%都会有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我们自己把这个眼睛撑开，然后镜子对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角膜白嗯，环嘛，吼。那第二个是。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眼皮哦，一样你对着镜子看，它在眼皮呢，有时候呢，在眼皮的内侧这个地方呢，常常会嗯。有凸起来的一块像增生的赘肉一样，这个我们叫做眼皮的黄斑瘤。那有很多哦。很特殊的哦，更严重的话，它是整个这个
眼皮上眼睑的地方，它其实是肿起来了，好像有一块脂肪在那个地方，那个是我看到比较严重的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两个哈，一个是角膜的白环，那一个是这个眼皮的这个黄斑瘤，这个是我们常见哦，几乎啦，如果这两个同时都有的话，大概8、9不离10的哈，只不过是检查看它到底是高还是低而已。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最常见的看舌头，所以你自己把你的舌头伸出来，好像左嗯，边这张图叫做白厚胎，那个厚是厚薄的厚哈，我们会把它修改一下，厚薄的厚，哦，白厚胎。是，那这个白厚胎在中医里面讲叫做痰湿体质了。那痰嗯湿呢，其实我在很多演讲场合我都把它定义为不正常的代谢废物，身体不正常的代谢废物哦，叫做痰湿。所以你看这个白厚胎就是痰湿，所以胆固醇呢本身就是我们身体血管中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代谢废物了嗯哈。那右边这个叫做这个黄厚胎，那黄厚胎也是胆固醇过高。那这两个胎它其实有点不一样，在中医里面呢，白厚胎呢叫做寒湿，那黄厚胎呢叫做湿热，所以一样有胆固醇，所以在我们在中医的用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我想，观众朋友不需要这么深入去了解，你只要看你这个有没有这个白厚胎或是黄厚胎，我想你就可以去医院稍微抽血检查一下哦。这哇是哦，第三个，然后我们是，看第四个，就是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然后往嗯上翘起来。往上嗯翘起来，你看我们舌下有2条静脉，一般舌下2条静脉其实是淡红色的哈，稍微有一点点蓝而已，那是没关系的。好像我自己伸起来，它伸出来那个舌头其实是淡红色的。那如果像这个嗯是黑紫色的话，我们就是说，除了刚刚的黄厚胎跟白厚胎有痰湿体质以外呢，你这个嗯，已经有血瘀的情形了，也就是说，是。我们已经阻塞了血管了哈。所以其实如果有这种血瘀的情形的话，也就是说你的胆固醇是成型比较久，而且比较严重的。所以综合起来，总共有刚刚我们讲的4种，一个叫做角膜白环，一个叫做眼皮的黄斑瘤，嗯一个叫做黄厚胎或白厚胎，一个叫舌下的淤血。那淤血有时候是一条，有时候是一整片都是黑黑的、很密密麻麻的微血管。哦，所以你嗯，都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这样子，在还没检查之前，我们可能就先开药了，然后那先哦，开药让他，对对对，不管是中药西药都会先开药了啦。哦，是是，大概这种情形。是，哎，其实吴教授，您刚刚教的这几个方法真的还蛮简单。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时候看看周边的人啊，你可以看他的眼球，或者是说我真的有看过在街上哈，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眼皮啊，上眼皮这边就有一些黄黄的这种，像一些小肉瘤这样子黄色的，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表示说他有可能是有这个血高胆固醇的问题。那我想家里，我刚刚就是教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再看一下我的舌头，还好啊，应该是一个健康宝宝了，就是还蛮正常。所以大家不妨哦，现在刚才教授在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啊、舌下的这种有没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比较淤青的这些颜色啊，或者是舌苔有没有比较厚密？好，那我想呢，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饮食会很清淡嘛，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胆固醇可能跟饮食是很有关系的。那结果也是一样啊，有就是舌后苔啊，那胆固醇一样高，是不是也问题出在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清淡的食物里面，看起来好像很清淡，可是跟饮食上面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哎，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哦，嗯，现在所有的医学论文已经推翻了以前的，因为以前都是认为大概100%都是因为饮食造成胆固醇过高。那慢是，慢研究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已经推翻以前的研究，他现在发现所有的研究都发现80%呢是跟我们的遗传体质有关系，那20%呢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啦。所以其实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才
40几公斤的女生，然后她吃全素哦，可是她的胆固醇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她虽然她是60岁的，她跟我讲说她其实30、40岁胆固醇就高了，所以那个绝对是遗传的体质啦。哦，所以哦，20%是遗传体质，甚至这个呃。我有一个这个哈佛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呢，他就是自己去尝试呢，就是每天吃了29颗、30颗的蛋，结果发现他1个月后，他的胆固醇反而是降低的，所以其实应该跟食物的关联性比较少，主要还是跟体质的关系比较大。是，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教授您刚刚一讲，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触，就是说，其实蛋黄真的是也是被误会很久了。所以其实过去因为吴教授之前有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就是蛋黄啊，吃蛋的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应该是说养生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想，其实蛋黄这个部分啊，真的是被误解很久了。所以希望大家再也不要觉得说，我只是因为饮食影响我们的胆固醇，其实不是哦，它只有20%，跟我们的体质还是很有关系的。那虽然说但是血脂，现在的研究呢，现在的研对，究其实发现，就是嗯，说我们的饮食里面，真正会造成胆固醇过高的话，其实主要是这个动物性脂肪跟是这个反式脂肪啦。比如是，说猪啦，4只脚的跟2只脚的，这一些嗯鸡、鸭、鹅啊，还有这个猪跟牛这些脂肪呢，如果说你胆固醇过高的人，其实我们都建议把这些油的地方给稍微剔除掉，这样子，那个你吃肉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反式脂肪啊，就是说东西呢，尽量不要经过高温的这个炸过啊，或是这个糕饼的这些东西呢，它含有这些反式脂肪。还有之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在吃的一个叫植物性奶油，那个就是假的奶油啦，不是真是，正天然的奶油，其实它的反式脂肪就非常多。还有小时嗯候在泡咖啡的时候加的那个奶精其实那个嗯。反式脂肪也非常非常的多啦。所以其实真正所有的研究发现会造成这个胆固醇过高，就是动物性脂肪跟反式脂肪，所以大家只要避开这2个就可以了。哇哦，所以大家要记住，如果你担心胆固醇过高的问题，要饮食控制的话，不要忘记就是这个人造奶油，就加工食品这个部分。然后我想，其实刚才呢，就是其实吴教授您也提到了动物性脂肪嘛，因为动物性脂肪哈，包括一些这种反式脂肪，都是可能增加我们体内胆固醇的这个高低呀、影响我们体内胆固醇高低的问题。那但是台湾呢，其实最近哈，我因为也是有 follow 一些台湾的一些消息，那因为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超标，所以我想其实这个话题很多人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要改用猪油来炒菜比较安全，所以我就想请教，借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教授，就是会不会造成胆固醇的问题呢？如果用猪油来炒菜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以前就曾经特别去查过，就是说它有分 Omega 3、Omega 6跟 Omega 9啦。那嗯猪油里面呢，其实它含有的是 Omega 9它算是比较中性，它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发炎，那但是也不会对身体说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处，它也没有消嗯炎的作用。所以炒菜呢，我们可以用猪油下去炒，它比较不会变性，比较不会有癌化的一个成型。那猪油是可以，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它有一个长链的脂肪酸，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长链的脂肪酸，就是容易造成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必须要担心，比如说呢，你胆固醇过高的，你胆固醇过高的，你就少一点吃，甚至你用花生油比较多，那少量的猪油这样子，因为花生油呢，它没有这么长链的一个脂肪酸，而且它的 Omega 9是算比较多的，而且它不会造嗯成发炎。那如果说你
没有胆固醇高的人，那你选择猪油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身体绝对可以把这一些胆固醇它给清掉。所以大原则就是，如果你胆固醇过高，你的花生油可以多一点点，因为花生油跟猪油都是耐高温的，它来煎煮炒炸都比较不会变性。所以，但是你如果胆固醇不高的人，其实猪油跟花生油都可以选，交替着使用。好，那如果经济情况比较不许可的，你就猪油用多一点，花生油少一点。那经济情况许可，你花生油可以多一点，猪油少一点。那嗯。那如果说像你胆固醇过高的，你就猪油少一点，花生油多一点点，这样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在用油的部分，大家其实都有一点，因为其实各个应该是说各个营养学家讲的也是不太一样，再加上最近的油品，也就是被挑出来一些问题，我想再加上今年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是整个的倒金三角又换又整个又倒转过来了，所以大家对于油品的使用确实是还蛮关注的。所以刚刚吴教授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如果你的胆固醇过高，那就是猪油可以要少用一点，用一点花生油。我觉得两者一起啊，就是可以互相交替的话，也许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胆固醇如果过高的话，就尽量不要用太多的猪油。这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很简单的、比较容易记得的一些方法。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在跟吴教授讨论下一个话题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身边的一个朋友的几个朋友的实际案例。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说，眼睛长期啊用来看手机真的不太舒服。那有一个阿姨就用了我推荐的这个眼贴 Wisecrest 眼贴之后，她的比如说她有一些飞蚊症的这个症状，眼睛特别干，然后呢，她贴了之后感觉没有那么的不舒服。那我听到这些反馈，其实还蛮高兴的，因为现代人，我们每一天都在荧幕前哦，手机还有电脑，最少7-8个小时，有眼睛负担还是蛮重的。所以呢，Wisecrest 草本冷敷贴呢，我自己也经常使用，因为我也是用眼还是蛮过量的哦。这个是100%日本制造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植物萃取，对于200度以下的假性近视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刚才提到眼睛干涩啊，眼睛疲劳也很舒缓。你知道贴上去这个眼睛的穴位的地方呢，它上面有标示哦，你就可以很快，大概5分钟之后，你的眼睛就开始慢慢的湿润，然后眼睛干的部分就可以受到缓解了。我想这个呢，就是平常呢，医师教我们按摩眼睛周围的穴位，那这款眼贴可以短暂的代替我们的双手，再帮我们按摩我们眼周。所以如果你也想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就像我们平常用刷牙的护牙的一些牙膏的话，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产品。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因为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就是你只要在折扣码上面写上 JO5，就有$5的折扣。那台湾的部分是完全免运费。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记得在荧幕底下的说明区跟留言区，你可以去点击了解一下。好，那我继续跟教授来讨论一下，就是有关于胆固醇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看到红字啊，就是健检的红字就很害怕，因为胆固醇过高就要吃药吃一辈子，所以很多人是担心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教授，真的是这样吗？不管是西药或中药，胆固醇过高，我们就要吃药去控制吗？理论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就是说，胆固醇过高，它其实是遗传体质造成的啦。那胆固是。醇过高，其实胆固醇本来就是来分泌出来，要把我们血管中的一些废物给清除掉。而清除掉以后呢，它自己又没有办法清除自己，所以它就留在我们的血管中。可是它留在血管中有一个缺点，它会在血管壁那边呢，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堆积。所以呢，血管会慢慢的变狭窄。那你想象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如果慢慢都变狭窄的话呢，其实很多东西，很多血管都会阻塞啦。所以我们不管吃中药跟吃西药，它只不过是把你血中的那些多余的胆固醇清掉。它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清掉血管已经淤积的这些胆固醇了。所以其实如果真正胆固醇过高的话，你不管是用运动的方式，或是用这个吃药的方式，一般的建议都是一直要持续的一直这样子吃下去，对身体其实是比较好的。
哦，所以那这样子，这样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也想知道，如果我要继续吃药，有些人会觉得，听起来就不太想这样做。那么，请教一下吴教授，中医是否可以逆转这种高胆固醇的体质呢？应该是说逆转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用一嗯，些中药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的副作用，比如说对肝脏功能的一个损伤造成的 GOT、GPT 升高，或是造成的一些糖尿病，或是造成一些这个肝脏的受损。所以其实我们中药会有一些药呢，它的副作用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设计了一个茶饮哈，一个茶饮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处方给病人的，就是用山楂、泽泻、蒲黄、女贞子、何首乌。我们看这个图，它各10克呢，然后大概用2000cc 的水，2000cc 的水呢给它泡。然后，应该是说煮开以后呢，大概煮3分钟到5分钟，开了以后把它熄火，然后温了以后呢，当成你一天的开水喝。那其实它不但清我们血中的这个胆固醇，然后呢，它还可以清掉我们刚刚讲的中医里面所谓的痰湿，所以它还哦，可以清掉一些体脂，所以它不但可哦，以消胆固醇，还可以减肥作用。所以很多女生呢，她说，她喝这个药呢，她胆固醇降低了，结果她也瘦身下来了。然后除了哦，这一帖药我们当开水喝以外呢，我们看下一张图，我们还会早晚呢用一个三七粉跟红曲粉就是早晚三七粉大概各1克，然后红曲粉科学中药里面就有红曲粉，我们就用大概0.5克，就是刚刚的那个茶饮，然后你早晚再配这个各1克的这个三七跟0.5克的红曲粉，这样就很明显的可以把你那个胆固醇给降低下来。哇哦，哎，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想这两个茶饮都是可以直接搭建当茶喝、当水喝。那么有没有人是不可以喝的呢？像这两个茶饮的话，哎，因为这个茶饮是这样子其嗯，实它有一点类似我们西药里面的这个降胆固醇的这些药一样哦，它如果说你喝的这些茶饮呢，尽量不要吃这个呃柚子跟葡萄柚类的东西。柚嗯子跟葡萄柚的东西呢，它会抑制肝脏的里面一个酵素，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一些东西分解掉所以它存嗯。在身体里面会比较久的一个时间。所以你记得，你不管是吃中西药的，哎，高血压的或是降胆固醇的药呢，它们的其实的作用机转有一点点类似，所以你就吃这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吃柚子啊，不要吃葡萄柚这样，或是柑橘类的这些东西呢，以免它的疗效会有多一些副作用出来。嗯，是，好，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担心胆固醇比较高或浮动的一些问题，那这两位就当做我们的水茶饮，可以好好来帮助我们的养生。好，那刚才提到茶饮的部分，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的一些降脂法？就像中医有一些穴位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可以在家按一按啊，就可以帮助来我们的血管来刮油或者是消脂呢？我们全身有一个最重要的利痰湿的一个穴位，就叫做丰隆穴。那丰隆是，穴位置在我们以膝关节跟踝关节当一个长度，然后我们把它切一半，然后切一半以后呢，我们会摸到胫骨前面骨头最凸出来的地方，最凸出来的地方然后我们用我们两个拇指的这个宽度，或一个食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长度用这个食指第一指节的长度当1寸，或是拇指的宽度这个地方当做是1寸。也就是说，我们找到膝关节跟踝关节的这个中点，然后呢，从胫骨外开呢，2个拇指的宽度就叫做丰隆穴。那我本来想要拍这个影片给大家看，那后来我刚刚试着
在录影之前呢，我试着打我的名字，打丰隆穴到 YouTube 去搜寻，结果竟然搜寻到好几篇。所以如哦，果已如果经有了就对了，不用再对拍了。对对，如果大家是，如果对丰隆穴有兴趣的话呢，你就打我的名字，打吴洪乾在 YouTube 里面，然后打嗯，丰隆穴，丰富的是，丰，然后隆起来的那个隆，丰隆嗯，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在荧幕里面教大家怎么样找这个丰隆穴，也还蛮清楚的。这个就是是，我们清除身体里面的痰湿，也就是全身不正常的代谢废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穴位。是。好，那我可不可以进一步再请教，就这个丰隆穴啊，我们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痰湿。那其实除了胆固醇之外，还有哪些就是痰湿我们会引起的一些症状呢？这样大家好，比较有那个，就是可以延伸的去对，使用它。你看不正常的代谢物废物，好，比如嗯说我们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眼屎啦，或是一些分嗯，泌物，它其实是，也是属于痰湿。还有哦，呢，我们喉咙这个呼吸道里面产生很多的痰，那个代谢废物，其实在呼吸道的代谢废物，那个也是痰湿。还有我们每次有些人有胃食道逆流，然后常常好像要吐痰的那个不正常代谢废物，那个也是痰湿。或是我们有些人排便呢湿气比较重，然后常常会有腹泻啊、水湿的这些情形，那个其实也算痰湿。所以你发现你把它定义就是说，只要你身体有这些不正常的代谢废物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丰隆穴，或是用我们这一帖中药呢来清除里面的不正常代谢废物。哇，那这样子，这个穴位还真的是还蛮好用。如果你有这个痰湿，像刚才教授提到的这些症状的话，你倒不如平常就可以来按压按压。现在正看着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按压。好，那另外呢，我想饮食还蛮重要。除了刚才提到茶饮，还有穴位的按摩，还有哪些食物可以来帮助我们降胆固醇？我觉得大家觉得这一题很重要。对，其实，我们行医这么久，其实我自己个人最常建议病人的就是这三种。第一个就是红嗯，曲啊，那红曲是，就是我们一般爸爸妈妈他们在做这个红糟肉的时候，在加的这个红曲呢，然后红曲尤其其实我们在新竹。我们台湾最有名的贡丸，一个就是新竹的贡丸，一个就是彰化的贡丸。所以，我们新竹的贡丸里面的这个，肉丸呐，应该说肉圆，肉嗯。圆、霸丸呐，霸丸，哎，霸丸，不是那对，个霸丸吧？就是外面哎是那个有 ，QQ 的外面 QQ QQ 的那个哦，的那个就是那个霸丸哦。我还以霸丸，为是那因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肉霸丸肉就是我霸丸，们台不是那个湾最有名的霸丸。一个就是新竹的霸丸，一对，个就新竹是的霸丸彰化的霸丸。彰化霸是，丸是有加竹笋的，那新竹的对对对，贡丸肉比较多，而且新竹的那个霸丸不是贡丸，更正是霸丸。霸丸它哦，是有红糟肉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动物性脂肪会造成胆固醇过高，可是它如果用这个红糟的话，刚好可以解除掉它这个问题。所以红糟其哦，实红曲啊，其实就是嗯，可以红曲，降胆固醇，很天然的嗯，一个食物。那另外一是个就是这个纳豆，日本人吃的那个纳豆，纳豆里面含有纳豆激酶，其实也是降胆固醇的一个最天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是，一个大燕麦，大燕麦我们很多病人他早餐吃大燕麦，而且铁定要大燕麦不要小燕麦。那大燕麦呢，它其实也是可以降胆固醇的，所以这三个其实是我在门诊里面最推荐病人吃的，天然的降胆固醇的食物。是，哎，这个部分大家要记住，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厂商，然后我们就来帮助，就是我们有分享，就是纳豆红曲，所以这个纳豆确实对胆固醇的这种降胆固醇，还是它有它的妙效。然后大燕麦不要忘记是大燕麦，好，这三样食物大家放在我们的菜单里面。时不时的就拿出来，一定要就一周最少吃个2、3次，我想这还蛮重要的。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就是蛋的问题了。因为虽然我们刚才有讲过，但是我还是想说拿出来特别来请教一下教授，因为以前都说一天不能超过1颗蛋，或者是一周只能吃2、3个，或者是说蛋黄少吃，很多人就看把蛋黄拿出来丢掉，所以然后又说啊，这个饮食真的是不影响。请教一下教授，到底蛋黄是不是无辜的？其实蛋
你翻很多很多的营养学，它都把它称为叫做完全营养了。也就是说，我嗯们一个人哦，你一天什么都不吃，你只要吃几颗蛋，你这样过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生命的问题。所以他把它嗯称为叫完全营养。那有一些医师他会建议胆固醇过高的人不要吃蛋哦，这个我们还是尊重啊。但是我觉得呢，逻辑有一点点怪怪的，就是说，嗯呃，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过，食物呢只占了20%，然后体质呢占了80%。那这20%主要还是动物性脂肪跟这一个反式脂肪，然后所以照理是说蛋是不会造成胆固醇过高的。而且嗯呢，日本人他们把这个蛋黄里面的蛋黄油萃取出来，它是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是很哇有趣哦的一个问题，而且已经很久的一个历史。那我自是己用蛋黄油其实是治疗很多严重的皮肤病，效果很好。所以嗯很多人把蛋黄丢掉是不对，所以我在很多节目说，中秋节又快到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吃这个蛋黄酥，很多人就把那个外面的酥皮吃掉，把馅吃掉，然后把蛋黄留下来就丢掉。其实是要反过来，应该是要吃蛋黄，不要吃酥皮才对，因为酥皮才有反式脂肪。所以所以大家都吃错了，其实，对，哎呀，所以而且那个逻辑有一点怪怪，怎么说呢？好，我们说嗯胆固醇不高的人，你就放心的吃啊，你一天吃个6颗、10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嗯那你看那嗯个哈佛医学院的那个医学生，他吃了20几颗，其实都反而胆固醇下降。那是好，你胆固醇高的人，现在也研究它不是蛋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好，假设真的是如以前的研究说吃蛋胆固醇会有点点高，那我个人认为啦，我们这个蛋呢，它有100种好处，它只有一种坏处。那你本身胆固醇过高的，你可能是透过运动已经有降胆固醇，或是透过医师有吃药在控制你的胆固醇。那你何必去怕这个蛋？所以这个逻辑也是有非常非常怪的一个地方存在。所以其实我是个人认为，不管你胆固醇过高，你胆固醇不高，你就放心大胆的大量的吃蛋，其实是对身体很好的啦。哦，不过有是。医师真的建议病人不要吃。我几乎没几天就有一个病人在跟我问说，有医师叫他不要吃蛋，我们还是尊重。但哦，是我个真的人认为，吗？还对，我有这样个人的建议啊？对对对对，可哇哦！是我个人觉得那个逻辑真的是怪怪的。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就看大型的研究，或者是说大型的营养机构，或者是我们在上升到大型的国家营养，就包括今年的美国饮食指南，其实很多的这种大型研究机构都已经悄悄的把就是蛋会造成胆固醇问题都拿掉了。其实有时候他们不会直接公布说啊，我们过去是错的，其实不会，但是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已经撤掉了。所以我想大是，家其实误会蛋哦，真的是还蛮久的。那既然其实今天吴教授跟我们分享，而且各个不只是吴教授讲，还有各大的机构也都这么讲了，我想大家还是可以理性的看待吃蛋的这个问题。好，我想还有，如果你真的担心胆固醇，我觉得运动还有刚才教授提供的一些茶饮啊，还有哪些饮食不要吃，我想这些是可以帮助你来去控制你胆固醇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你要针对这几个部分。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刚才有一个观众就在讲说，哦，他是有这样想，他说如果吃降血脂的药，因为刚才教授有提到了，就是红曲嘛，那他有一个观点，这个李先生他说，如果吃降血脂的药，不要乱吃红曲，免得跟药物会起交互作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教授，真的是会这样吗？应该是说它的剂量会加强啊，就是说哦，你如果吃西药的话，其实也不用再去多吃中药了啊。你如果嗯吃中药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去多吃西药，我想选一种就好了，因为嗯嗯你嗯，两个要把它搭配起来，除非两个医师同时咨询，然后控制是，它的量。不然你吃西药，然后又来吃中药，这样它的量会增加。因为胆固醇其实本身它是
合成我们的细胞膜啊，还有一些重要物质的一些成分。胆固醇降得太低呢，对身体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好处啦。就是说，我是。们身体一定要维持一定量的胆固醇，所以你如果吃了中药，就不要再吃西药；那你如果吃了西嗯。药，就不要再吃中药，这样子就可以了。是，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大家要特别，我觉得谨慎是好，但是就是要认知哈，就是要清楚的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那说到这个胆固醇，胆固醇既然刚才一开始教授就有提到了，就胆固醇跟体质关联是很大的，那么请教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还要去运动吗？反正都是跟我们体质关联了，我们就吃药，或者是刚才讲了吃这些来控制它就好啦。教授您怎么看？我今天之所以要穿这件衣服，而且我的是偶像10号，是，哎，其实就是刚刚进来的朋友，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哎，教授，你今天很应景啊，就是还穿着这个世界杯的衣服，叫大家要Argentina，动起来，要动起来，而对对对，且要动到跟我的偶像一样，即使一定要运动然后而且要做到流汗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你把这个 podcast 一边听 podcast 一边超慢跑，超慢跑也可以慢跑。或是快走，快走的速度要走到那种流汗的一个程度。那当我们走到流汗的一个程度，走到会喘的一个程度，其实我们身体会分泌很多东西，把身体的一些，比如说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这些东西，把它清除掉。所以其嗯实你有运动的话，比如说你胆固醇本来不是很高的人，你透过运动，它就自然可以把胆固醇给降下来。那你没有胆固醇的，当然不用担心。那如果胆固醇太高的时候，你在吃药的时候，你配合运动，它其实也可以把你胆固醇的西药给减量。所以运嗯。动绝对对降胆固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是，好，我想今天呢，很多人哦，就是会关心胆固醇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的节目有没有，就是吴教授的分享有没有颠覆我们原来的观念？原来胆固醇高不一定是油吃太多，是太多肉造成的。就算你是很瘦，常年吃素，也可能因为体质啊或遗传超标啊。所以啊，或体质或者因为遗传的关系，你的胆固醇会超标。所以，与其要靠感觉来判断，不如我们刚才就是教授一开始讲，你看脸、看眼睛啊、看舌头啊，就可以发现你是不是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你就可以及时的抽血来做检查。我想及早发现、及早控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又实用的方法。非常谢谢吴教授，谢谢，拜拜。谢谢吴教授，拜拜。我想今天包括就是说，教授教我们从眼睛啊、舌头观察这些警讯，或哪些食物要少吃，哪些食物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的血脂健康，还有穴位按摩等等的，包括消脂茶跟运动。我觉得这么多样，大家都可以遵照吴教授的一些建议融入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感谢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然后而且很实用，也不会太难。但是最后我还是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胆固醇正常吗？有没有因为你比较瘦，然后吃得很清淡，但是健康检查还是胆固醇超标的呢？或者是你还有哪些降胆固醇的一些疑问，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我们会整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后续呢会再邀请教授继续为大家解答。好，如果今天的内容呢，你感觉对我的了解有帮助，对您了解有帮助，不要忘了按赞，然后同时呢分享给您的家人跟朋友，尤其是平常感觉没什么症状，但是一直没有检查胆固醇，或者觉得自己胆固醇过高的人，检查看看他的舌头。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啾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